alles good.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你可知道这首卖破1万美金的铁达尼号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曾经因为导演 James Cameron 非常不喜欢电影片尾有歌曲而差一点生不出来吗？享年61岁的金奖配乐家 James Horner 曾10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并因铁达尼号赢得了2座小金人。说他这一生比起其他电影配乐家更平步青云并不过分，因为在 Horner 写过的配乐作品中，至少就有2部都是史上 Top 3最卖座的亿万巨作，《铁达尼号》与《阿凡达》。而这2部片很巧妙的都出自于他的黄金拍档，那就是金奖导演 James Cameron 之手。Horner 为《英雄本色》Braveheart 创作出的空灵优美又浩瀚悲壮的旋律，至今也令影迷们永生难忘哦。为什么许多影迷称《英雄本色》是他们听过最棒的电影配乐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么多亿万金曲大作呢？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介绍专门打造亿万金曲的音乐鬼才詹姆斯·沃纳 James Horner。 詹姆斯·霍纳于1953年8月14日出生于洛杉矶的电影世家。Horner 家族的血裔可追溯于波西米亚，就是当时的奥匈帝国。他的父亲 Harry Horner 在好莱坞蓬勃发展的30到60年代间，曾2度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与当时的大导演 William Wyler、Sidney Pollack 等人合作无数。Horner 父子俩就有4座奥斯卡小金人，而 Horner 的弟弟 Christopher 也是很优秀的剧作家兼纪录片导演。这个家族专出艺术鬼才，而儿子们也不负父亲的高标准与高期望，在好莱坞杀出自己的一片天。从小在伦敦长大的 James Horner 5岁开始学琴，后在英国皇家音乐院学习作曲，师承现代作曲大师 Ligeti。 话说这一位匈牙利大师 Ligeti 在现代音乐圈可是名气响当当哦。最知名的是他告了鬼店2001年太空漫游的金奖导演 Kubrick， 因为导演 Kubrick 没付版费，却擅自使用 Ligeti 的音乐在他的电影里，因此 Ligeti 一气之下就一状告到法院，最后胜诉而声名大噪好莱坞。想当然 Horner 跟这么凶的匈牙利教父学习音乐，那自己可是要有2把刷子才行。 Horner 回到美国后，他在南加大拿到大学文凭，在洛杉矶大学又拿到双博士学位。因此我们可以总结， James Horner 是像 John Williams、John Barry 这样的学院派作曲家。刚完成学位的 James Horner 原本想要从事学术音乐创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Horner 为一些学生电影配乐做了配乐之后，才发现原来电影配乐正是自己最向往的作曲模式。急性子狮子座的 Horner 常常写完一部作品，就希望可以马上站在交响乐台前，听到自己的音乐演奏起来是什么样子。然而在传统的音乐学院并没有这种机会，因此他就这样一脚踏入了电影配乐了。1995年 James Horner 写的2部电影配乐同时入围当届的奥斯卡金像奖，那就是《阿波罗13》和《英雄本色》，尤其后者堪称许多史诗影迷心中永远的 No.1。 《英雄本色》Braveheart 讲述苏格兰革命英雄 William Wallace 的故事。 William Wallace 远离家园多年后，在重返苏格兰时，苏格兰王爱德华一世驾崩。爱德华一世虽有一子，但却不成才。爱德华在驾崩前曾嘱咐公主伊莎贝拉找一个贤能之士继任。此时英格兰却趁苏格兰王位悬虚时的时机，拟以强大的兵力夺取苏格兰的政权。 William Wallace 本是因为青梅竹马的爱人而归国，但他眼见挚爱的人即将受到生死的威胁，于是毅然组织训练苏格兰群龙无首却若无纲纪的武士们。在 Wallace 英明的领导下，这群武士们团结合作，终于一举打败大批英军。
虽然电影剧情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历史完全不正确，但是男主角 Mel Gibson 饰演死前的最后那一声 Freedom 还是深深烙印人心啊。要建构剧本中的爱国气氛，并推动悲剧英雄一步步走向不可忤逆的结局， James Horner 的配器选择起了很大的催情作用。他在这部电影使用的手法也奠定了未来铁达尼号与阿凡达其他作品的根基。例如，最令影迷们津津乐道的便是 Horner 用风笛来呈现一种不沾红尘的空灵感。风笛是本片男主角 William Wallace 的分身，每次男主角出现时，风笛都会以一似远又近的悠扬旋律出现，不但展现男主角心中的向往与理想，也刻画出整片塑造的浩气山河。另一个是 Horner 以竖琴很巧妙地呈现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飘渺遥远感，与主角心中的那份儿女情长塑造出一种近乎神话的氛围。和其他战争片吵杂的配乐不同，Horner 在《英雄本色》打造出非常简洁有力的战争音乐。Horner 还刻意降低了管弦乐团的比重，来凸显战鼓和民族乐器的特色。对于诠释苏格兰古老战场，其实这是相当适合的。From this day to that, for one chance, just one chance, to come back here and tell our enemies that they may take our lives, but they'll never take our freedom! 我们可以说，《英雄本色》的整体风格非常一致，它的写法比较像是交响诗，因为在段落之间，它们没有明显的分际，而且主题曲的特色不甚明显，至少没有像铁达尼号 My Heart Will Go On 那样可以独立单一的拿出来。但是《英雄本色》却是史上公认最荡气回肠的电影配乐。铁达尼号的故事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这部根据历史真实发生的船难经历，围绕在男女主角 Jack 和 Rose 的爱情故事上。当时搭乘这艘永不沉船的铁达尼号丧生的有世界首富 John Jacob Astor Ford、Benjamin Guggenheim、梅西百货的共同创办人 Isidore Straus 和老婆 Ida Straus， 本来要退休的船长 Edward Smith， 铁达尼号设计师 Thomas Andrew， 因为虚荣心跟宣传压力迫使，原本设计有48个救生艇，但整部载满2200名乘客的大船，却因为有碍观瞻，挡住头等舱乘客的海洋美景，却只放了16只。再加上一连串人为失误与愚蠢自大的决定，铁达尼号终究撞到冰山后截成两半，坠落海底。这起原本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船难，总共有1500个人死亡，仅700多个人生还。因为这段历史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十分醉心于铁达尼号与深海潜水的导演 James Cameron， 等待多年科技成熟后，才决定开拍此片。而铁达尼号的拍片费用相当于今天的60亿美金，简直比打造一艘铁达尼号还贵呢。铁达尼号电影原声带在2000年截止计算，已经在全球销破了3000万张。而原创歌曲的旋律 My Heart Will Go On， 除了拿到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与最佳原著歌曲奖，也打破当时全球纪录，卖破1800万张。这么辉煌的销售成绩，连 John Williams 与 Morricone 都望尘莫及。但有谁知道，当初 Horner 为了这条亿万金奖旋律，想到差点撞头呢？话说，
铁达尼号的配乐接近完成阶段， Horner 却开始为结尾配乐伤透脑筋。我要怎样才能写出一首代表整部电影的片尾曲呢？ Horner 最后找出解决难题的方法，就是独唱的歌声。他写好一首旋律，悄悄找了作词家 Will Jennings 合作，不到2天的时间就变成一首歌了。Horner 说，他想到一个也许很适合唱这首歌的人选，人在拉斯维加斯表演的朋友，那就是 Celine Dion。于是 Horner 飞到拉斯维加斯唱给 Celine Dion 听，结果他很喜欢这首歌，并希望能赶紧录制试听带。但是 Horner 也告诉 Celine Dion， 导演其实非常不想要电影片尾有一首歌曲。如果 Jimmy 知道了，他会要了我的命啊。 Horner 回忆道。直到有一天， Horner 终于鼓起勇气播放他的歌给导演听。当时导演心想 Oh no， 他在向我推销他的歌曲。不过随着歌声继续演唱， Cameron 注意到 Horner 十分巧妙地将罗曼蒂克的主题曲配乐重新谱成管弦乐曲，以及歌词内容有多么令人感动。这首歌完美具体地呈现出电影乐曲的精神，因此 Horner 只播放这一次就成功说服了 Cameron。 讲到铁达尼号这张原声带，就必须提到 Horner 那非常丰富的音乐元素。他不仅用了充满民族色彩的音乐配器，大量的西方管弦乐，新世纪的吟唱风格，还有以风笛为首的木管乐器、竖琴与打击乐器去描绘波光浪影的海洋声底。以下是3段值得点出的片段。片头曲 Never an Absolution 用悠扬的风笛带领观众进入地理风尘已久的记忆，这令人想到英雄本色的旋律。我个人认为英雄本色的苏格兰旋律更优美，但是在 Never an Absolution 随即响起的是女声的旋律，就好像一条美人鱼来自海底深处的叹息。短短的开头曲却有着交响乐的作曲结构 A、B、C 3个动机，用非常细腻的方式延展，就像是交响乐中的序曲，把这个关于海洋灾难的爱情秘密一步步的解开。第二个地方描述年迈的 Rose 回忆当年的情景，开头的音乐带有海洋冰冷的感觉，随后场景拉回到1912年，刚打造好的铁达尼号展现出豪华气派的气势，音乐也变得热闹了起来。电影还使用大量的非原创音乐，除了那个年代的爵士歌曲，还有民俗舞蹈与上流社会在头等舱所听的古典音乐，用音乐来代表阶级的不同。I saw that in the Nickelodeon once, and I always wanted to do it. 并对比上流社会的刻板沉闷与男女主角在3等舱活泼热闹的跳舞，也加强对比出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悲剧。2015年6月22日，金奖配乐家 James Horner 自驾的飞机坠毁加州国家森林。导演 James Cameron 知道后，在葬礼听到 My Heart Will Go On， 终于泣不成声。He is the heart of the film， 导演说：“是的 ，James Horner 是电影的核心灵魂，而《英雄本色》、《铁达尼号》与《阿凡达》的主题曲，也是他留给世人最后感动至心的佳作。”